空待我心愿荡呀荡，让它飘渡岁月的无情浪。离合与悲欢，几时欢畅？我只能痴痴地盼，盼能人海茫茫，逼着飞翔，能不能到地久天长？为何月躲藏？为何云消散？为何天象满千万颗转？星空多灿烂，往事多回肠，只等一幕地老天荒。若永恒太长，借一瞬时光，让我俩再相逢。就算相拥是一场幻梦。先生，坐车吗？小姐，要坐车吗？你也知道蛇哥的为人，他真的会把你们赶走的。赶就赶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哼！我不要，啊？我不要你被赶走。想不到我在九妹心中是那么有分量的。黑石那混蛋，后天一定会带人来的。租金交不出，马上就会被赶走。我既然答应了九妹，就不能让那混蛋赶出去。拉车的，老板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万福旅馆，我要去开房。来，小心点呀，坐好。来嘛，宝贝，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别急嘛。宝贝，来亲一个嘛。不要啦，这里又不是房间。贱人，你竟敢咬我，找死！喂，老兄，不要打女人了！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要替你下车了。臭拉扯的，多管闲事，信不信我打你？老兄，老兄，喂，小姐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一人一半，什么一人一半啊？反正他都醉得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小姐，小姐！大哥，还没睡啊？我在等你回来，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如果明天我有什么不测的话，罗家就剩你一个人了。大哥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记得啊，要早点娶老婆，为罗家开枝散叶。大哥，为什么你忽然说这些话？你明天想干什么？明天我要去卖血。卖血？我听人家说，有一个有钱人进了医院，他需要很多的血，他的家人就愿意花钱买血。大哥，我们天天都吃不饱，哪里还有多余的血给人啊？所以我才说啊，万一我有什么不测，不行，
你不能去卖血。明天要交租啦，黑蛇不是摸你光，他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可以被赶出去，睡在街头没关系，可是我们不能够让阿爸阿妈、阿公阿妈自晒雨淋的，那是很不孝的。那将来我们哪里还有面目去见他们呢？大哥，租金的事包在我身上好了。可是我们赚来的钱都被咸鱼那般高利贷拿走了，哪还有钱？总之，我有办法就是了。小小，你千万不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啊！我们虽然穷，也要活得堂堂正正的。我怎么会呢？我是在想天无绝人之路，阿爸阿妈还有阿公阿妈是会保佑我们的。大哥啊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别再为租金的事操心了，去睡吧。小小，你千万不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啊！我们虽然穷，也要活得堂堂正正啊！大哥，你错了，就是因为穷，才没办法活得堂堂正正。那些有钱人，还不是靠吸我们这些穷人的血，才可以吃好的、穿好的。与其把这些钱还给他，给他去喝酒、嫖女人，不如拿来交租，然后再吃顿好的。又是番薯粥，一天到晚就是卖剩的番薯煮粥配腐乳啊！我们有那么穷吗？啊，我们真有那么穷吗？人家再穷，每餐都有几根菜吃，一个月打底有几餐肉吃啊！阿爸，我要吃肉。吃肉，我也想吃肉啊，就问你妈要去。你这个女人啊，到底是怎么当家的？他不是没有钱，他是把钱通通拿去倒贴别的男人了。妈，你不要老是这样说我，孩子都在的。我说你还要看时辰吗？天底下哪里有一个媳妇像你这样，家婆骂一句，你就叫她闭嘴。妈，我没有叫你闭嘴，我只是不想孩子以为。如果你真的为孩子想，就不要给他餐餐吃这样的东西。你看，水到个米，你怎么样刻薄我这个老人家都不要紧，反正我一脚就踩进棺材了。可是你刻薄老公，刻薄孩子，把钱拿去倒贴别的男人，那就不对。阿妈，你知道我和妈卖番薯能赚多少钱？全家人要吃要穿的。妈说今天就要交房租了，都不知道去哪里找钱交给黑蛇叔。阿爸，你还想要买鸦片？阿爸，你知道鸦片有多贵吗？一小团鸦片，我们就是卖2天番薯也买不起呀！臭丫头啊，会赚点钱就跟我大小声了啊！你让你老子没鸦片做，在你面前死翘翘是不是？啊，不像你，打死你！怎么叫你啊？怎么叫你啊？是什么人啊？想休息一下都不行。八姐早。哦，是番薯嫂啊。八姐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休息了。不会，来坐吧。不必了，八姐。别跟我客气，坐吧。八姐，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宽容一些时间的。哦，你是说租金的事儿啊？你找错人了，
现在黑蛇才是你们的房东，你找我也没有用啊。八姐，请你跟黑蛇打声招呼。他说今天不交租的话，我们就要搬出去了。八姐，我家有老有小。八姐，求你给我一条活路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。阿弥陀佛，今天初一我吃斋哟，既然你来找我，我能赶你走吗？你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29。保养得不错，看不出你生了3个孩子。你卖番薯能赚几个钱？再说你家那口子还要抽鸦片，房租能拖，鸦片也一发，可是没得拖呀。不如你出来赚一点外快吗？好啊。你答应得很爽快，毕竟是结了婚的人，不扭捏。八姐，你说的外快是？不行的，八姐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你别那么死心眼嘛！你孩子都生了3个，还怕什么？要不是这个头家指定要良家妇女，你想赚这种钱呢，还没有机会呢。不行的，我有丈夫有孩子的。就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只要你答应，不只能交租金，还可以帮孩子买衣服过年。哎呀，那这些钱呐，你先拿去，等我叫你，你才过来。管你去住哪，没钱交租就滚蛋！叔叔，听到了没有？蛇哥他带了人来啊，凶神恶煞。他说12点一到，要是不交租，就马上赶人啊。楼上那个阿碰嫂有老有小的，还挺着一个大肚子。蛇哥他真的不是人啊！不过蛇哥他也是没办法嘛，要是这人人都不交租啊，这个二房东也很难做啊。医师娘啊，你能够体谅那就好。蛇嫂，我们的房租。哦。时间到了，欠租还没还的，这都出来交租。你干嘛？你要逼着我们，就是要逼我阿爸阿妈流浪街头，我跟你拼命！你神经病，谁要赶你呀？你弟弟已经交租了啊？他哪来钱交租啊？我管他哪来的钱，反正你有钱交租就可以继续住下去，没钱交租的话，就像楼上那2家人一样，给我滚！李师娘，啊，交租了吗？啊，是，刚好要交租给你老婆啊，蛇嫂。医师娘啊，我扣了那个生仔的药啊。啊，蛇哥，房租我交给你老婆了，没我的事了哈。王金楚，当缩头乌龟是没用的，出来啊！不要再敲了，他们已经交了房租。交了，那就好。喂，你老婆已经交了，没事了。臭婆娘，明明有钱早不拿出来，害我躲在房里担惊受怕。你说，你到底偷偷收了多少钱？哼，你这个女人呢，真是黑心肝啊！有钱偷偷收起来，餐餐给我们吃西猪配豆腐乳，你自己呢一定躲在外面吃好料。你呀，天打雷劈啊！沈静，出来交租了。喂，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，我脚踹进去了啊！吵什么啊？人家不用睡嘛。
想睡是吗？交了租，给你睡到够。猪我交了啊，他交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我把钱拿给陈记了。你别来这一套，我是二房东，租金要交给我才算数。陈记出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要把钱拿给你。我说过了，今天中午12点正，如果不交租金就给我滚！黑蛇，你不要欺人太甚啦！动手！哎，是把我！住手！不要动手动脚的！大大，这不是你该理的闲事啊！蛇哥，你已经说了，把钱交给那个男人了，等他回来再说吧。大大，你以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做好人吗？可是这个年头好人难做，闪开一边做人吧！蛇哥，做人不要太绝啊！我不绝的话，早就被人家砍死了。没错，你连自己好兄弟都杀，真的够绝啊！替人强出头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先要称一称自己多少斤两，要不然你会死得不明不白。我也不关他的事，你别找他麻烦。快找陈记回来，看看在附近。哦。盯着他。这洋装好贵哦。哎，钱不是问题，最重要是你喜欢。陈记，不坐车。谁叫你坐车？硬要你马上回去交租。知道了。知道了，你还不回去？黑蛇收不到钱的话，就要赶人了。你家里有事，那我自己回去吧。好，我再找你。好，那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还掰？你这个混蛋，把英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被黑蛇喊打喊杀的，你自己却一个人在这里跟着女人掰来掰去。你懂什么啊？他是我的客户你懂不懂？哎呀，白问了，像你这种粗人，跟你说了，简直是浪费时间啊！你的女人说房租在你手上，拿来。等等，来了。莹啊，开门。房租交了吗？你先开门再说吧。你把房租交了再说。你先开门啦！开什么门呢？英叫你还房租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莹，不用应了。租你到底交不交？交嘛就爽快点，不交也爽快点。我的兄弟会帮你搬家的。英，那笔钱我有急用，所以是什么急用啊？你是不是拿那个钱去跟那个女人掰来掰去啊？什么掰来掰去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了，要吵一边吵去，别挡住我们，动手！是这个是。你走。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呢？罗大大，我们夫妻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开口啊？你是不是喜欢我老婆？不要再说了。大大，谢谢你。这个罗大大8成是看上你了。如果我不在，最好把房门锁上。如果你在冲凉的时候啊，听到隔壁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的钱呢？我给你交租的钱呢？拿去应酬客户了。我看是应酬女人吧。你不要听那个大番薯胡说，他根本就不知头不知尾。那个女的是我的客户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现在在帮朋友跑外务，要把他代理的花露水推到市面去。那个女的是欧罗拉百货公司总经理的秘书，我请她安排把我们的产品放在欧罗拉销售了。放心吧，这笔应酬费我会向公司讨回来的。你这一次最好不要再骗我，要不然我一定跟你。你不用要不然，如果这一次我骗你，我自行了断，
行了吧？谁啊？谁啊？春季到了，窗前柳丝成，荷花香，鸳鸯情长。农院里夜夜梦见江南江北好风光。这些字好像都是在四季歌里的，难道是九妹？两个饼干，哎，看到了吗？这个，你写的。你教我的四季歌我都学会了。你说要活着用学会的字，我就试试看，行吗？行，很行啊。哎，我没有见过一个这么聪明、这么用功的女孩子。我是有一点点用功，但是聪明嘛，不见得。你真的很聪明了，不仅短短几天学会活用这么多字，而且用得很好。特别是“窗前柳丝长，荷花香，鸳鸯情长”，尤其这个鸳鸯情长，用得好得不得了啊！你不要再夸我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我要奖励你。不必了。要的，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学生表现得好，老师一定要奖励的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去开工，下午4点钟，你在十字路口等我。哎，好了，记得啊，后天早上在老地方集合8点了。好的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徐老板说不是这里，可能是在那边。我们过去看看吧。是那边吗？应该是吧。于红小姐，于红小姐。应该是在那边。不对，应该是在刚才那条街。白雪和冬天相约的那么执着。他真的忘记我了。茉莉广？不，这是我的幻觉。茉莉广。当勇气失去后，真的是你啊，茉莉广！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，于红小姐？我日思夜想的就是你啊。于红姐，她不认得你了，我们走吧。曾经美丽的念头，越过伤，越过痛。于红小姐。于红小姐，于红小姐！哎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是要整条街的人都听到吗？谢谢，谢谢于红小姐。不用客气。你还记得你为我写的那首歌曲《思念》吗？记得。我在台上演唱了，很受欢迎。真的。我们的歌舞团现在在百乐蒙舞厅表演，欢迎你光临。好啊，谢谢。雨红姐，你看她这副穷酸相，进得了新洲夜总会吗？你怎么这样说人家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她是吹死人喇叭的。你这张嘴啊！小月小姐说的对，我现在真的是落魄潦倒的。
你不是来这里投靠亲戚的吗？是的，一言难尽。这里人浮于事，我又别无所长。现在能在丧礼乐队当个喇叭手，已经觉得很幸运了。职业不分贵贱，你也不必太在意。只不过你这么有才华，屈就于这样的工作，的确是有点浪费。谢谢于红小姐，这么看得起我。你来看我们的演出吧，我会跟门房打声招呼，他们会当你是我的贵宾。好啊，谢谢。于红姐，排练时间到了，我们得走了。好，你先去叫车。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写个地址给我好吗？好啊。写在我手上吧。于红姐，车来了，就来了。那我们再见吧。再见。于红小姐，两块饼干。啊？你叫我4点在街口等你，我等了半天都等不到你，那你在这里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这是墨水笔，是奖励你的。墨水笔。我还要请你吃东西呢，你要吃什么？喝茶好了。2块饼干，2块饼干，2块饼干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发呆还一直傻笑？捡到钞票啦？比捡到钞票还要开心。什么事？我刚才看到玉红小姐。她有没有看见你？有，她还请我喝茶。原来她没有忘记你。他没有忘记我。那天晚上可能他是忙着演出，所以没有把我认出来。刚才他见到我的时候，还记得我的名字。他还说我很有才华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问我要了我的住址，还跟我回头笑。喂，你又发呆了。这个真好。团长，这么多人围着，真的像是众星拱月。巧儿姐，巧儿啊，你身体刚复原，怎么不留在旅馆休息呢？团长，我再休息下去，大概就不必回来了。巧儿姐，不敢当。听说你现在红得不得了，我才应该称呼你一声姐呢。有巧儿姐在，我哪敢当啊？怎么不敢当啊？
广告上不是卖着利民歌舞团巨星于红？你可是巨星啊！你都说是广告了，自然是语不惊人。于红说啊，我们的顾客中不乏夜夜来捧场的，所以呢，节目要多点变化，所以他想给歌女与军官加进一段表演，踢踏舞。踢踏舞，我也会一点皮毛。主意很不错啊，就加一段踢踏舞吧。小曼，你帮我挑一组人，我要亲自教导。好。还有啊，团长，从明天开始，广告季都换回我的名字。不过“巨星”这2个字就免了，我还不够资格呢。好的。等等，你又想把他人的成果占为己有吗？歌女与军官这主意是我想的，你把它夺走了。思念本该是我唱的，你也把它夺走了。踢踏舞这主意也是你想出来的，我也把它给夺走了。没错，就算是这样，那又如何呢？谁叫我是团里的台柱？谁叫你只有排在我后面的命？谁叫观众喜欢看我多过看你呀？那可不见得。你不在的这几晚，场场满座，观众有增无减。我躺在病床上几天，有人就迫不及待想取代我了。团长，你看到他的真面目了吧？在他眼里，我变成一个剽窃他成果的贼了，这还有天理吗？这歌舞团到底是您的还是他的？团长，您倒是说说话。那团长，就请您说句公道话吧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团人，还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啊。团长，那这样，我有个建议，大家看看好不好啊？你们2位呢都是团里不可或缺的一员，观众也都很喜欢你们的。我建议呢，你们2位呢轮流上场演出《歌女与军官》。巧儿，你负责星期1、3、5，于红呢2、4、6啊。好，不行。对啊，怎么可以便宜他们呢？谁便宜谁了？大家各凭本事，看谁更有号召力。放肆！团长，一切依照之前的安排，他永远别想跟我平起平坐。我没想跟你平起平坐，我要超越你，赢过你。宋乔儿，我们就来场比赛吧。比赛？我们各带一组团员，各尽所能，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，就让观众表决，究竟谁更胜一筹。怎么，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我只不过病了几天，你就目中无人了，就凭你也够资格跟我较真。不过，我还是答应成全你，我宋巧儿接受你的挑战。团长，你来决定时间吧。那就1个星期后吧，啊。我刚才紧张的一颗心差一点就跳出来了。你没想到我会跟他硬碰硬吧？可不是，吓死我了。小月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要是再退缩的话，就会被他踩在脚底下，永无翻身之日。你明白吗？你去告诉大家，我需要5名组员，加上你和我一共7人，组成一支队伍。
谁愿意跟我，欢迎他们加入，绝不勉强。好。宋俏儿，我不会像你一样暗箭伤人，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巧儿姐，我已经挑选了6个精英，是团里最好的，加上小曼和你，这场仗不必打，已经知道谁是赢家了。叶俊啊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，于红在这短短几天已经摇身一变，羽毛都长丰了？您在休养，我怎么能让你为这些事烦恼呢？啊？好病不病，偏偏在这个时候生这场病，日防夜防，还是让那个小贱人逮到这个机会。不过，他不会有第2次机会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于红那贱人，要不是自以为有靠山，哪敢这么放肆？你是说许坤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下午才见了许老板，于红那个小贱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我清楚得很。您请坐，许老板就快到了。许大老板今天怎么那么难得，请我喝茶？其实许老板一向来都很关心宋小姐您，只不过宋小姐您在休养中，她不方便打扰。这一点还请宋小姐您多多体谅。我当然了解，我一点都不责怪她，相反的还感激她给我叫医生，还送花来祝我早日康复。巧儿，坤哥，让我看看哈，风采依旧，还是那么漂亮。来，坐坐坐。坤哥您坐。叫厨房准备几道精致滋补的小菜。是，老板。我没去探望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当然不会。我听董他们说啊，你完全康复了，我才让梁秘书记把你给接出来的。你困在旅馆那么多天啊，一定闷坏了，是不是？可不是。新州的天气啊，忽冷忽热的，你可要好好照顾身体啊！啊，你看，外头还下着雨呢，你又刚病好，哎，可千万不要着凉了啊！谢谢坤哥，我还以为什么呀？不说了。哎，我就是要你说。我以为你有了新欢，就把我给忘了。谁是我的新欢呀？他们都说你看上了于红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些人的嘴巴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了。于红顶多是个丫头啊，你可是小姐啊！小姐和丫头，谁比较珍贵？这还用我说吗？我啊，可一点都没有把于红放在眼里呢。我就知道坤哥不会这样对我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换脚，1、2、3、4，换脚，3、4，换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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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你们就先休息一下吧。于红姐，叶俊又在那边鬼鬼祟祟，他一定是来刺探军情的。你就别管这么多了，先去休息吧。嗯。于红，叶经理，你的踢踏舞跳得实在是太好了。您过奖了，叶经理。
这次我是逼于无奈，才不得不向宋巧儿提出挑战。这一点，我希望你能明白。明白，明白得很。宋巧儿对你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老实说，我从以前就一直为你抱不平了，只是在她的淫威下，我不得不对她言听计从。叶经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宋巧儿这次好像有恃无恐。是吗？她好像非常有把握，一定会得到许大老板的支持。知道了。你不如去跟许大老板打声招呼。不必了，我要靠自己的实力打败他。九妹，九妹，你要不要看老虎？老虎？有个马戏团来表演，今天会带着老虎去游街，是货真价实的老虎啊！真的？罗小小，老虎呢？奇怪，我明明听到今天马戏团要带老虎来游街的。你等一下，我去问。番薯嫂，九妹，我没骗你，马戏团真的要带老虎游街的，可是政府怕老虎会咬人，不准游行啊。那我回去了。喂，回去干什么啊？你书没那么快醒来的，不如我们去溜溜吧。我要回去读书写字。喂，读什么书写什么字啊？那茉莉瓜好教不教？教你这些没用的东西，你呀，迟早也像他一样，又穷又酸啊。你懂什么？读书识字很有趣的，你也跟我一起学啊。我不如睡觉算了。没志气，我看你连你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吧？谁说我不会写的？那你写给我看。这里又没笔没纸，怎么写啊？笔跟纸我都有。写啊。写就写。我的姓罗很复杂的，不要浪费墨水，我直接写名字好了。干什么？你把自己的名字写反了，小小应该是这样写的。明明不会写，还要硬冲。我是个拉车的，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2块饼干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。”狗屁！茉莉官最会放狗屁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？为什么老是护着他？谁有理我就护谁。别以为茉莉官能说点大道理就什么都对。这世界最阴险、最会出卖你的人，就是像茉莉官这种读书人。你满嘴歪理，不跟你说了。哼！对我没读书，说的都是歪理。茉莉官是读书人，连放的屁都是香的。罗小小，你才放屁！哼！你。茉莉光都是你，让九妹变得越来越不像九妹了。花样霓虹，胭脂酒红，送你一个风情万种，裙摆跳动，眼神迷蒙，谁乐在其中？十里扬长，璀璨星空，多少
少笑容可以触碰，人来人往，华丽相拥，寂寞有谁懂？谁最以为红？谁泪